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特种部队》。这次玩呢，我选择了一个1控4的方式。之前一直以为这款游戏只能2个人一起玩，因为小的时候从来也没有见过4人版的机台。1控4的话，我就只能把4个人的按键改成一样的，要不然根本忙活不过来啊！大家想一下，3头6臂都忙活不过来啊！你要4头8臂，游戏一共就是4个可选的角色，分别是杜克、蛇眼、斯嘉丽还有布洛克。4个人一起玩的话，你就不能任意的选择角色了，因为这款游戏是不能选择相同角色的。我之前一度想给大家选4个斯嘉丽来的，很可惜啊，没能够实现。4个人一起玩，角色的位置也是固定的。第1批就是杜克，2批是蛇眼，3批斯嘉丽，斯嘉丽3批，4批的话是布洛克。这样，如果你想选择哪个角色，你就要站在对应的摇杆之前。当然啦，4个人我感觉没什么性能上的区别，只是贴图不同而已。特种部队这款游戏可能很多小伙伴玩过红白机版本，而且上面有2座。这里来到了1关1的 BOSS 战。这2个家伙是一对双胞胎，谢马特和托马斯，他们搭乘的载具，上面飞的应该叫做深红指令，下面开的车叫做支配者。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你是1个人玩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只有1辆车和1个飞机。但是我现在选择的角色比较多呀，所以竟然来了2个飞机。这是我录制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。另外我还遇到了一个问题，我本以为我1控4的话，由于输出比较强，所以游戏能够通关的快一点，但事实上恰好相反啊。这款游戏的流程一共是3大关，其中第1大关由3个小关组成，第2大关由2个小关组成，第3大关只有1个。这样的话，大概可以认为是6个章节。通关需要25到35分钟左右。我之前录制的是单打，使用的是斯嘉丽，因为当时摇杆坏了嘛。通关时间大概是25分钟。不过我选了4个人，一上手就会发现25分钟绝对通关不了，因为场面上活动块过多，所以导致拖慢的现象大量出现，反而是影响了通关的速度。早知道这次录制我就超频了呀，放了开了。超频这个操作，小的时候就不要想了，因为咱们都是用实体机的机台玩的。那现在的模拟器是有超频功能的。
之前给大家录制过合金弹头2代的超频，原理就是增强虚拟的主机基板的性能，这样的话减少拖慢的现象。当然了，游戏的节奏也会变快，很多之前可以通过利用子弹时间过去的地方，那现在不行了。这款游戏如果我能凑齐4个人的话，可能也不至于1控4了呀。现在别说4个了，凑齐2个都费劲。1关2的 BOSS 战，这家伙叫做金属头。BOSS 如果打得快，游戏通关还能稍快一点。不过一般 BOSS 都是有很多种攻击方式的。这里他给了我一个偷袭，但是被我放炸弹，把他所有的导弹都炸碎了。我有4个人啊，导弹几乎是随便放的。BOSS 已经闪光了。BOSS 的反应做得很真实啊，挨打也疼啊，受伤也会倒地啊，闪光越来越剧烈。这个设定让我想起了《忍者神龟》。咱们如果是2个人玩的话，那下方应该会显示人物的头像。但是4个人玩，空间比较紧凑，所以游戏的 UI 方面也做出了调整。只有在每关的开始，还有过去一小个章节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人物的头像。这里来到了第1大关的第3个小关。刚才游戏的一开始，我曾经说我把4个角色的按键都设置成了1个，但实际上也有区别。方向还有子弹键设置成的是一样的，这样的话移动是同步的，开枪也是同步的。但是炸弹我是分成了4个按钮，这样的话使用哪个角色释放炸弹，我需要反应一下。因为每个角色的炸弹数量是不一样的，如果设置成一样的，那一次就等于放了4个炸弹，有点浪费。毕竟炸弹是有一定的清屏效果，至少在它爆炸的范围内，能对我方的队伍形成有效的保护。刚才我说的是队伍，不是角色啊，因为我现在是4个人在一起。4个人玩的话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咱们捡东西呢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用子弹打到，还有一种就是你碰到。后面一种是最好的，因为碰到的话，相当于4个人一起捡到了。也就是说，捡了1个炸弹，相当于4个。这样的话，整个游戏流程，你的炸弹是非常充足的。这里来到了第1关，关底的 BOSS 战。刚才见到的就是男爵夫人，她是眼镜蛇部队3巨头之一。这款游戏是原作漫画改编的。
里边就是2大势力，一个是咱们主人公所在的特殊部队，另外一个就是眼镜蛇部队。听起来这个人设就比较扁平化呀。因为当初这个动漫作品就是为了卖玩具。大家想一下，小的时候看的《魔神坛斗士》，后来出来了一个超弹动系列的必杀技，就是为了卖玩具，因为人物的手和脚上面都安了弹簧嘛。小的时候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呀。本作的剧情肯定又是眼镜蛇部队又搞事情，想要毁灭世界或者是统治世界。这样的话，正义的一方就要去阻止。刚才这个阶段我放了不少炸弹。BOSS 已经打得差不多了，第一关打了10分钟以上。我记得上次录制的时候，我就考虑过一个问题，就是这款游戏为什么第一关还有第2关要做这么长呢？它完全可以把关卡设置的多一点。第1大关分成3关，第2大关分成2关。这样的话，整体的游戏流程是6关，每关的时长就是5分钟左右。听起来也更加合理。因为你把关卡拖得长，有几种情况，那么很可能呢，是因为你没有设计那么多的 BOSS， 但是这款游戏 BOSS 并不少，每一关的章节的末尾都安排了一场 BOSS 战。这里有了严重的拖慢现象，屏幕上的单位实在是太多了。原本这款游戏的操作键只有2个，攻击键还有炸弹键。我一控4的话就是5个操作键，包括攻击键、1批炸弹键、2批炸弹键、3批炸弹键，还有4批炸弹键。放的时候呢，我先要向下瞄一眼，谁的炸弹数量最多。这关炸弹真的给了好多呀！我感觉我几乎一直在扔，尤其是敌人多的时候。这样打的安全性就很高。游戏的道具并不多，主要就是3种，一种是增加连射的，相当于增加了你武器的威力；另外一种就是炸弹，还有一种就是恢复血量。其中咱们的连射如果被打到的话，状态就会丢失。这里是2关1的 BOSS 战，刚才打的这个家伙是布拉德少校。地下升起了一个堡垒，这里的难度比刚才的布拉德少校要高啊。这个堡垒叫做恐怖德罗姆，原意可能是骆驼的驼峰的意思，而且是单驼的。刚才看他从地里升上来，
形状上确实有一点像驼峰。要通过这里往地下前进了。我感觉游戏还是有一定的贴图错误。尤其是这种卷轴上下移动的时候，又拖慢了。就是处理器性能不够的锅呀。单打的话能稍好一点。看到这里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上次录制单打的时候确实是超频了，这次忘了呀。忘了的话也有好处，就是游戏的难度客观上降低了一些，给了我这种高龄玩家更多的反应时间。这个地方我实在是太勇敢了，竟然敢去拆这些石柱啊！这如果塌了的话，把自己也有压力点。大家注意屏幕下方人物的状态栏闪烁，那说明是一个有武器加速的状态。我感觉武器加速之后，瞄准镜也变大了。这个地方我就狂放炸弹了，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也不想啊。但是好像一时冲动啊，把1P的炸弹放出去太多了。后面那几个都是9个，刚才1P只剩下4个了。行了，满了。其实打到第2关我就发现了，子弹的话不要一直连射，最好是开枪开一会儿，然后松开一下，然后再开枪。不然的话，可能在一个射击节奏当中，有的角色打不到人。咱们人物每个人是有得分的。第1关的时候，好像后面2个角色就很少能够得到分，所以这算是一个1控4的小技巧吧。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发生，一般都是1控2或者1控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。我记得我之前录制勇士们的时候，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。之前我录制这款游戏，有的小伙伴就说这款游戏有一点像勇士们，但勇士们是一个固定的卷轴，这款游戏是移动卷轴。如果非要说的话，它有一点像恶流货。那款游戏可能稍微冷门一点，但是很多小伙伴也应该玩过。这里来到了第2关的关底 BOSS 战，这个家伙就是迪斯特罗，他也是眼镜蛇部队3巨头之一，所以我现在有点明白了，为什么这款游戏做了3关，每一关打一个眼镜蛇部队的3巨头。这个地方能够看出来游戏的贴图错误程度啊，水面完全没显示。
我的炸弹有点放得过分了，因为 BOSS 还有2阶段，2阶段迪斯特罗会钻出来。我数量拿捏的不错呀，每个人还剩下1个炸弹了。BOSS 的位置也能够补充到，但补充了之后，我就要考虑补的是谁的。BOSS 本体出现，他开枪这一下，最终 BOSS 也会。这一下其实还是好躲的。咱们左右晃一下就可以，但是你要不停的晃。潜艇发射这个导弹，用子弹也可以打碎的。被打到一枪，被打到一枪就亏大了呀！因为我是1控4啊，我被打到一枪，相当于4个人都被打了，那4个人的子弹加速的效果就全都丢了。看起来眼镜蛇部队造了一个超大的军舰，我怎么感觉有一点像白色木马号？但它这个造型更长、更扁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超大的土豆擦丝器。每大关的一开始，我都要把4个人集合到一起啊！如果分散作战，我肯定是照顾不过来的呀。虽然本作的难度也不高，大家能够看出来，敌方的子弹很多都是能打碎的，不能打碎的呢，速度也不快。这是在敌方舰艇的甲板上。敌人数量真多呀，这明显比我单打多出了1倍以上。要注意补充一下炸弹了。上一关打得太嗨了，没太搂住。几乎把炸弹放光了。这真是望山跑死马呀！眼看着对面的指挥塔部分跑了这么半天，还有很远的距离。很多地方该放炸弹还是要放，毕竟是最后一关了。我方一共是6格血，但是掉血如果不注意的话还是很快的。不光对面的子弹能够对咱们造成伤害，撞到小兵也不行，甚至有些时候撞到障碍物也不行。最终 BOSS 战，这个家伙就是眼镜蛇部队的3巨头最后一人，眼镜蛇指挥官。开场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啊！他这样聚气是要喷火，喷火是一个指向型的攻击，速度很快，但是咱们保持移动就可以了。这些浮游炮特别讨厌，子弹加速有2个角色捡到了，又是要喷火。
等它的光环消失之后，举手了，咱们再移动就来得及。这个家伙不太好打，是他的2阶段，疯狂的扔手雷。拆浮游炮还能拆出来一些补给品。我的子弹加速状态又满了，这回我可得小心了，不能被打到。闪光了，我子弹加强了，拆浮游炮就更快了呀。第1阶段完事儿了。2阶段主要就是2种攻击方式，一种就是扔手雷，一种就是枪。枪的话，左右晃动躲就可以。手雷的话，你要注意它扔出来的是一个波浪的形状。如果不用炸弹清的话，咱们站在波浪的豁口处就可以。虽然看起来也是被手雷覆盖了，但是完全炸不到咱们。这个枪稍微难躲一点，躲的节奏就是左右晃。因为他瞄的实在是太快了，躲子弹的时候晃动的幅度就是地上的1块砖。咱们脚下大概是3块砖的宽度。刚才没有看清。他开枪的时候，我正好放炸弹啊，把我自己的视线给扰乱了。好，就是这样，躲的幅度不要超过1块砖啊，超过的话，它子弹的朝向可能会发生变化，毕竟是一个半指向型的攻击。已经闪光了。但仔细看的话，就会发现它的子弹实际上飞行速度不快。这里就是打完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，应该说是卷轴射击游戏，或者说是强制卷轴射击游戏。特种部队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